据环球时报1月12日的消息称，在去年年底，俄罗斯方面被爆出末日飞机遭窃后，现在再发生一起离奇事件，一艘现代级驱逐舰的螺旋桨竟然被盗了。目前，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调查，盗走这艘驱逐舰的2个同制螺旋桨的罪魁祸首是该驱逐舰的一名前指挥官。这名窃贼与他人合谋，将这对单个重约13吨的螺旋桨盗走后，竟然还打造了一对更为便宜的金属螺旋桨给这艘驱逐舰装上，上演了一次俄海军版的狸猫换太子。据了解，被盗的一对螺旋桨价值大约3900万卢布，约合340万人民币。而这起盗窃案发生在俄罗斯的欧洲飞地加里宁格勒的扬塔尔船厂。值得一提的是，该地还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总部的所在地。截止至目前为止，犯罪的时间，俄海军方面仍未调查清楚。不过，预计是在2016年后，因为这艘退役驱逐舰，也就是南望号，它于2016年抵达扬塔尔造船厂，随后被改造成了一个博物馆。尽管把10几吨重的军舰螺旋桨偷走，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其实已经不是俄罗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件了。最早在2008年就有报道说，一座200吨重的金属桥梁被人拆掉了，盗走了。同时，在2016年，一名俄罗斯市政官员还监守自盗，偷走了大约7000多块公路上的钢筋混凝土板，然后出售给黑市。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2020年底，俄罗斯空天军的一架伊尔80特种指挥机在俄罗斯的西南部城市塔甘罗格机场进行维修时，机内装载的无线电设备遭到盗窃，整个机舱内部共失窃39个无线电设备。要知道，这架飞机可是俄罗斯在核战争爆发时的指挥所，而且窃贼至今仍未找到。不得不说，俄罗斯当下的内部情况实在令人唏嘘。众所周知，俄罗斯之所以能跟美国人斗得有来有往，主要是因为在苏联解体后，巨大的财富分散到了15个国家的手中，其中俄罗斯和乌克兰拥有的最多，得到的部分武器目前仍在世界先进水平上。然而，当年庞大的苏联海军如今再也无法从俄罗斯的身上看到当初的影子了。现在甚至沦落到退役后的驱逐舰的螺旋桨都要被内贼偷去卖钱。对此，有俄罗斯网友感慨称，我们退役后的装备和武器还不如卖给中国或者印度。看来这位俄罗斯网友还沉浸在往日的荣光中。就这种驱逐舰，不知道印度会不会买，但对于中国来说，按废铁价卖，中国恐怕也不会多看一眼。据环球时报1月12日的消息称，一位名叫雅什摩尔的印度退役军官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据称是位于中印边境西线楚舒勒地区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双方在各自的阵地中搭起了帐篷，并部署了坦克装甲车。其中，印度方面有2辆 BMP-2 步兵战车与3辆主战坦克被部署在帐篷前，而中方则是10几辆装甲车围绕着帐篷布置，形成了数量优势。从印度人公布的图片中，很难看出双方携带的坦克型号，但根据轮廓以及此前的一些军事活动中可以推测出，解放军出动了15型轻型坦克，而印度方面则出动了 T-72 主战坦克。在解放军一边还可以看到一个帐篷，显然这是中印边境一个新出现的对峙点。解放军还没有来得及建造一些固定设施，在照片公布没多久后，印度国内就引起了热议。不少印度网友表示，这次 T-72 必将会给中国15型轻坦一个教训。众所周知，在双方并未爆发实战情况下，坦克所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威慑，主要是让对方直观地意识到对方有强大的武力，因此必须将坦克放在离对方很近能够看清的位置。但实际上，解放军对150式坦克的这种做法有很大的缺点。要知道，150式坦克的定位作为一种机动性能好、火力强、防护差的轻型坦克，如果印度人在解放军放松的时候突然措手不及地发起进攻的话，那150式坦克可能会吃亏。但这种情况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印度的 T-72 坦克部署的是平原地区。虽然印度方面此前采购了 T-72 低温条件下使用的柴油添加剂和机油，但 T-72 所使用的 V84 发动机使用的海拔是有限高的，在高原地区热车都得热个10来分钟。在热车的时候，以解放军150式的火力反应速度，甚至都不会给 T-72 发动机打着的机会。显然，印度网友对这一块的军事知
知识储备量明显不够，而且别说 T72了，就算他大哥 T90来了，那也没用。这可不是夸大伊武式轻坦的实力，而是印度目前装备的 T90坦克在最大防护状态下重量达到50吨以上，因此如果印度人想让 T90上高原，那么就只能降低它的防护能力。而伊武式轻坦克的105毫米主炮完全可以击穿 T90的前装甲。不仅如此，再加上双方机动性的差距，这也会导致 T90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如果印军识相的话，那在看到伊武式后就应该撤退了。不过伊武式坦克虽强，但是得防印度人突然挑衅，最好是能为伊武式修建个坦克掩体。最近美国发生的事让全世界网友都围观吃瓜。星期三晚上，在美国国会大厦现场，大批特朗普支持者冲入大厦制造混乱，并造成4人死亡。这件事引发了震惊，而后续影响更是持久且深远。对于这场灾难，外界关注的焦点是中国怎么看待的。近日，俄罗斯网站援引英国作家和国际政治关系分析师汤姆·福迪的观点指出，特朗普团队希望和中国再打一场新冷战，中国会担心吗？不见得。实际上，在美国经历的疫情和大选危机等困境下，这反倒越来越增强了中国对其体系的信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时常强调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但这只是打着民主的幌子干涉别国而已。他们试图强行让世界上每个人都接受美国那样的自由民主，但现在美国对外宣传的所谓民主被自己践踏的稀碎，虚伪的一面被彻底撕开，而美国那套价值观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无效。在过去7年，哈佛大学一项高评级报告显示，中国民众2016年对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而由于出色的控制住疫情、消除贫困等因素，支持率还在不断攀升。所以中国人不可能将美国视为榜样，看看美国的表现就知道了。疫情中，中国率先成功控制疫情，并全面恢复了经济，而特朗普的反应却是史无前例的灾难。此外，特朗普一再坚称存在选举舞弊行为，已经破坏了美国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并造成了动荡。当美国陷入混乱和坠落之际，勇气十足的中国正以越来越强大的信心继续前进。在国家层面，包括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欧投资协定谈成、中非经贸合作不断加深，这个世界的焦点开始转移。而在民众层面，中国人心态也变了。在过去很多中国人眼中，美国是一个值得赞赏并羡慕的国家，现在美国越来越将自己放在敌人的位置，曾经引以为傲的成就也逐渐被失败代替。不仅是中国，特朗普也激起了整个盟友的恐惧和怀疑。在文章底下有个国际评论特别令人印象深刻，凭什么不让中国人更胆大？中国经历5000年变化，无论灾难动荡，但中国人都经受住了考验。事实上，中国有充分资本鼓起勇气吹嘘昂首阔步或大摇大摆，甚至将自己成功的中国道路强加给其他人，像美国那样用武力带给他人自由民主。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不想也不感兴趣。